Hello， 大家好，我是日。今天我们来到了 Neighborhood， 要跟我的研究所同学一起吃饭。那 Neighborhood 呢，今年是，它是亚洲第几名？等一下。那 Neighborhood 在今年亚洲50家餐厅上面排名第9名，那也是香港排名第2高的餐厅。那今年吃不到香港排名第1高的大班楼，因为他们搬家。那吃不到第1名呢，我们就来吃一下第2名哦。那今天的餐点究竟是如何呢？让我们进去瞧瞧吧。真的好久不见，耶！这是我的哈佛同学们。Hello， 香港欢迎对，开心，好久没见到大家。对啊。Neighborhood 在2014年开幕，从2018年起连年打入亚洲50最佳餐厅。2022年的排名是亚洲第9，也是历届最高。那 Neighborhood 做的是酒馆菜，其实和一般50大餐厅的评审青睐的那种 fine dining 不太一样。但是 David Lai 主厨做菜很有直觉，很有灵感，常常可以感受到他不同的想法，而且吃起来很爽快，我自己非常喜欢。点菜中。拍得我胖吗？你等一下调整一下。Neighborhood 开幕的时候，其实 David Lai 主厨受访时曾经说，他不想要任何的标签，他只想要做自己想做的菜。那所以他就想要用好的食材，还有他自己身为厨师的直觉，而且开的这一家小餐厅呢，因为很亲密，所以他更可以接近客人。那他做菜呢，真的常常融会贯通，而且有很多巧妙的思考。那像这个晚上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水煮朝鲜蓟佐鸡肝酱了。那我看到这道菜啊，我马上就拍案叫绝，真的我没有看过把朝鲜鸡跟鸡肝酱配在一起的。那与其说它是吃朝鲜鸡，我觉得不如是从鸡肝酱出发来思考的。就是鸡肝酱你常常是配上烤的吐司嘛，但是这边配上朝鲜蓟，我觉得很合理耶。首先你还是可以尝到朝鲜蓟的那种清香，然后呢鸡肝酱浓郁的风味呢也被朝鲜蓟衬托得很好，但是又跳脱了吐司配干酱的这种思维。那搭上鸡肝酱呢，我觉得真的是好点子，很好吃的一道开胃菜。哇！哇 I don't know the English name. 雞魚。It's a pomfret. Pomfret. And what is this? Local sardine. Sardine. 哇 ，so good. 还有一道也是属于热前菜的部分，是烟熏市场鲜鱼。我觉得这个又是杰出的一手啦。这个呢也跟 David Lai 主厨曾经开过一间海鲜餐厅 Fish School 有关哦。时令鲜鱼是他的强项。这个熏香刚刚好，而且你看到那个色泽亮皮，非常迷人哦。那这个熏鱼其实你也会想到中菜，像是江浙菜里面的熏鱼，但当然这边它是用西餐的手法，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点融合中菜熏鱼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尝到这个鱼很新鲜细腻的肉质，沙丁鱼的油脂多一点点，我觉得拿来熏也很好吃。那另外2种鲫鱼跟鲳鱼呢，就是去吃它那种细致嫩嫩的白肉的感觉，就是很简单，但是呢是用很精准的烹饪来完成的，这又显现出了 David Lai 主厨的烹饪哲学。还有绿鸡手，哇，这里点这个超级好吃。那还有一道菜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水牛城炸鸡翅了。通常水牛城炸鸡翅会配上蓝乳酪的蘸酱来吃，而这边又展现了 David Lai 主厨与众不同的思考，就是他把蓝乳酪的蘸酱直接抹在小宝石生菜上面。那这个生菜啊，你就把它想成缩小的那一种罗曼生菜一样。那当然它不是罗曼生菜，而是它另外一种品种，但是一小颗你可以直接吃。那它等于也结合了那个蔬菜棒沾酱的概念，又结合了水牛城辣鸡翅要沾蓝乳酪的概念。吃水牛城辣鸡翅，它的风味还是一样酸酸辣辣的，非常够味带劲哦。然后你再咬一口这个蓝乳酪的生菜，就有生菜水润清脆的口感，然后又有蓝乳酪蘸酱那种充满鲜味，还有接近臭味的那一种香气出来哦，就非常的爽快。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生菜才是亮点啊。其实我没有看过其他人这样做，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那还有一道我很喜欢的菜色是法国蛋菜跟田螺奶油。蛋菜的熟度很棒，你可以看它每一颗打开来都是刚刚好多汁烹润的，没有煮过头，没有缩太小。田螺奶油应该就是我们先前在Raw 的法国经典菜单里面介绍过的 Persillade， 这个用大蒜、奶油还有巴西利做成的酱汁。那像这个酱汁其实真的很适合拿来跟田螺啊，或是跟蚌类、贝类海鲜一起做。这边用的蛋菜我觉得非常合适。那蛋菜打开之后，它里面的鲜美汤汁流出来，跟这个大蒜酱汁混在一起，真的超好吃。拿来沾面包真的是一绝。本地无花果，本地无花果，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下次你有讲这一篇的发给我。好。那还有一道是当天不在菜单上面的菜色，是新鲜牛肝菌与本地无花果。David Lai 主厨用上了牛肝菌，还有香港本地栽种的无花果跟无花果叶，还有烟熏的培根，一起去烤它。这个就是秋天的味道啊。首先呢是有牛肝菌的那种熏香，然后鲜味，然后还有无花果叶很清香的感觉，培根的咸鲜还有香味呢，让牛肝菌的味道更加浓郁，但是又有无花果的那个水果的那种甜味，还有它烤过之后有一点点像是蜂蜜啊，然后像是黑糖的那一种焦化的感觉，非常好吃。然后也是一道我觉得想在家动手做做看的料理。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那还有一道菜呢，是有这个 full porn 的断面秀。你看，把太阳蛋切开来，蛋汁流出来，是不是让人觉得非常流口水呢？那这是一道巴斯克血肠，上面有一颗太阳蛋，刀子切开的时候呢，那个蛋汁完全都还是生的，和下面血肠的这个柔软的质地整个结合起来哦，又是一道面包杀手哦，真的会让人一直想要吃面包。吃了很多面包呢，也不能后悔，因为后面还有2道很精彩的主菜哦，然后都是要事先预定的。那一道呢是北海道喜之刺鱼的铁锅饭，它其实是西班牙海鲜饭的变形哦，一样是用这个扁平的大铁锅来做，但是它不是用一般西班牙海鲜饭的做法，用了虾啊，用了蛤蜊啊、鸡肉啊等等的，它是给你一整只的喜之刺鱼哦，剖开这样子平躺在锅面上面，非常澎湃哦。调味的话呢，它也有高汤，然后应该有番红花，有些红椒粉哦，就是给你典型的西班牙海鲜饭的风味。那还是有锅巴，吃起来非常的过瘾。你说120天啊？是啊，对。哇，它活了120天，不是腌了这个洗肠买的鸡呢，通常呢80多天大的，这个120天比较大一点的。是什么鸡啊？平原鸡，是咩？平原雞，平原雞，對啊。那另一道主菜呢，则是 Neighborhood 的招牌菜了。这是一道盐焗鸡与内脏、羊肚菌还有黄酒。那这一道呢，请大家如果去吃的话，一定要先预定，好不好？用的是香港本地饲养的品牌鸡，叫做平原鸡，而它饲养的时间比较久，120天哦，是完全足龄，所以呢，它鸡的风味是比较浓厚的，它的皮的颜色也比较黄，所以你可以看到烤出来的颜色很漂亮。那这边 David Lai 主厨用的是盐焗的方式哦，外面有一层厚厚的盐的墙，那把它敲碎之后呢，再把鸡拆解，那它会再与鸡内脏还有羊肚菌以及鸡高汤和米饭哦一起再去焗之后呢，这个饭出来啊，哇，又是一道很好吃的烤饭哦，下面还是有锅巴，非常的美味。最后其实还会淋上一个黄酒奶油酱，给这个整个饭鸡跟这些材料哦一个酱汁把它结合起来。那这一道就是一道很有满足感的主菜料理了。那鸡肉本身，它鸡的风味很浓郁，那和羊肚菌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在秋冬这个时候呢，又是给你那种森林的菇蕈的鲜美，所以呢，这道招牌菜请大家一定要点。好用心哦，特别做6份哎。那来到甜点呢，虽然大家已经真饱到天灵盖了，可是一看到这个可爱的樱桃 cannoli， 就还是忍不住要吃。那这个 cannoli 它是源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知名的糕点。你看到桶状的饼皮，它是用油酥皮再油炸制成的。那里面填入的内馅呢，主要是用 ricotta 起司来做。这一天的版本是加入了樱桃果酱，我觉得这个樱桃果酱真的是很好的点子，因为
以它酸甜的风味呢，不会让整个内馅还有饼皮吃起来太油腻。有的时候我吃 cannoli 都还是会觉得，因为它整个油炸嘛，那里面又是起司的内馅，会觉得有点 too heavy。这个酸樱桃加上去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而且马上就开胃了，真的是很糟糕。那最后我们还是有吃到了 Neighborhood 的一个招牌甜点，是它的巧克力塔哦，就是非常浓郁、浓醇香的巧克力浑厚的风味，作为结尾也是很适合的。那这天晚上聚餐啊，是我的研究所同学，哈佛法律硕士 LM 的一群好朋友哦。那他们有的是上海人，然后也有2位香港人，然后现在都在香港生活跟工作。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真的大概是差不多有3年吧。那我就在想说，要大家可以开心的吃饭，然后同时又要满足我拍片的需求，还有就是打勾我的餐厅清单。我就想到了 Neighborhood， 结果果然是非常适合，因为菜真的很好吃，然后气氛非常轻松，然后又都是sharing 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点很多料理一起享用，然后真的吃得很开，喝得很开，然后聊得非常开心。然后我的同学们呢，也都人非常大方，都愿意在这个影片里面出现啦，感谢你们。然后那一天还有一位我同学的先生，他其实也是哈佛，他是 JD 的毕业生，我们当年都一起认识。然后他是最晚到的那一个，好像在来之前就已经喝蛮多的，有点醉醺醺的，然后来就有点太热情，这样非常可爱。然后他又一直要点酒，但是我同学一直阻止他，然后不让服务生给他酒。有什么酒啊？没有酒，没有酒。啤酒没有，你不要再喝了，先不要给他喝。我们的酒已经卖完了。其实最后是他请客的啦。对，他一杯酒都没喝到，可是最后这天晚上是他请客，所以非常谢谢月松哦。然后那一天其实是我同学定位的，我走进餐厅，然后 David 主厨看到我就一脸惊讶说：“你怎么会来？”我就说：“我其实有私讯你啊，只是你没有回我。”然后他说：“哦，是哦，因为他当时应该是在京都旅行，就他事后就很认真的拿着手机到我身边说：‘你看，其实我有看到你的讯息，但不知道怎么了，我可能在京都就没有回你的讯息这样子。’然后他就非常抱歉。对，后来他那天有招待几道料理，后来他还送了我1罐京都的辣油。David 主厨本人非常的腼腆，然后后来朋友就说：“那你们要不要合照？”他就很害羞的说：“好啊，那我们去外面合照。”他就把我带到餐厅门口，然后拍完之后，他要说：“这里是我拍照的定点，因为这边有绿色的光，看起来很像鬼。”然后就只能3条线，这就是他非常的调皮可爱。那天我们5个人总共点了15道菜，其实它大部分的菜分量都没有太大，而且你又是跟大家一起分食嘛，所以多点几道是完全 OK 的。那像我们那天，我觉得应该几乎整份菜单都点了，可能只有3、4道没有点到。那蛮建议多一点人去吃，这样你几乎可以把整份菜单都吃。但是2、3个人去吃，我觉得也 OK， 因为它的分量不是太大，所以你可能点4、5道菜、5、6道菜也是很刚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还喜欢我们开箱 Neighborhood 的内容吗？你喜欢哪一道菜呢？都欢迎告诉我们哦。那最后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